为什么你在静下来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悲伤感呢？我想告诉你，人人都是一样。比如说那天海边吃饭，然后我就在看着星空的时候，我也会有一种莫名的悲伤感。为什么会有莫名的悲伤感呢？看着星辰大海，就总觉得很孤独呢？为什么你会自卑呢？因为你的那个小我，它偷窃了主人的胜利果实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小我现在在掌控你的肉身，你的小我当然会自卑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的高我就来了。你的高我一来，你马上就会产生自卑的情绪，因为就像赵高见到秦始皇，立刻马上就自卑，很正常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你越要干嘛？你要想方设法的让你的高我进来，化解那个自卑的情绪。你不需要去刻意的去化解，悲伤来了就体验悲伤，你可以跟悲伤临在。等到下一次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当悲伤来的时候，或者自卑情绪涌上来的时候，你不要去跟他对话，因为一对话你又进入了头脑，你就体验那个自卑的状态，你就沉浸进去，你可能会因此而开悟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们说过有2本书，第一本书叫《与神对话》，第2本书叫做《当下的力量》。这2个作者曾经都是失败者，曾经婚姻失败、事业失败，这2个人都是因为自己跟自己待在一起，整开悟了。当下力量那个作者就是恨自己嘛，他想自嘛，他天天对着镜子喊我恨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。那个自卑情绪来的时候，他突然觉醒了，我恨我自己，我为什么会恨我自己？因为我不是我，所以我才会恨我自己。因为在体内有2个我，我没有活出那个真正的我。然后他突然醒了，瞬间开悟了。在这里再教你们一招啊，从今天起，你们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，不需要向外求，你们干嘛呢？把那个问题写在一张白纸上，然后一个人去开个酒店，然后把手机所有电器全关掉，你就拿着那张白纸，你就坐在酒店里就看着，你不需要思考，不要用脑袋思考，记住，就是看着那个问题，就是看着，只是看着，然后或者就是念，心里默念也可以，念出声也可以，就是跟那个问题临在。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高我会上来帮你回答那个问题。与神对话的作者就是这么开悟的。与神对话的作者就是把他的问题写在便签纸上，然后那个神链接上高我以后，开始自己回答问题。他问的所有问题，那个全写出来了。他说写完以后，他问各种问题，什么问题都写出来。写出来以后，他就说你能解决我财富问题吗？可以。他自动写的啊，他在问的时候是小我，你可以解决我财务问题吗？他回答的时候完全的他是控制不了笔的，可以。你怎么解决？你把我们的对话出成书，你可以成为亿万富翁。怎么可能啊？这种书，我跟别人说我在与神对话，我生在美国啊，美国这么多信上帝的国家，那基督那会打死我的，会骂死我的。哎，你试一下嘛，没有一个出版社会出版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是。然后他就真的把他那个书稿非常忐忑的这给到那个出版社，结果你知道吗？出版了。大卖啊！他现在出了几本，你知道吗？与神对话1、2、3、4、5，已经出了7、8本了，就卖书卖成亿万富翁。就他也是一个超级失败的人，他已经混到什么了？他已经混到当乞丐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当乞丐，老婆离婚，孩子不认他，然后呢开车，货车咔嚓一下给他脖给他撞断了，结果工作也失去了，然后呢那个房东把他赶出来，他只能够流浪公园，当了2年的乞丐。然后好不容易搏好了，找份工作，赚到钱以后，那个老板跑路了，没有给他发工资跑了。好不容易通过政府申请到一个救济房，然后在那个房子里面住，结果人家说不好意思，这个别人申请比你还惨，你明天要搬走。就那天起他真的是已经人生到谷底了。到谷底了以后呢，他这个人呢胆子很小，小时候就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就同学骂了他，得罪了他是不敢当面骂那个同学的。他会给这个同学写封信骂他，但是他那封信从来不敢寄出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从那天起，他已经太人生到谷底了以后呢，他就诞生了一个想法，然后他就给上帝写个信，上帝，我为什么这么对我？然后当写完以后，他突然控制不了那个手，他自己写出来了。所有的人生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呀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生前计划好的。我为什么可能选择这样的人生？因此而开悟啊。然后就开始对话了，你们去看一下《与神对话》那个书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所以教了你们一个解决你们所有一切的法门，就是跟那个问题临在。你回去可以试一下。当老师说了与神对话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买了这2本书了。我看了半天，我看书还有这个问题，我看书，我想看书，我想继续学习，看着我就坚持不下去了。这个与神对话当下的力量，我翻过，我也看过，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没有跟书临在。你知道我一看书是什么情况吗？
我一看书就是别人叫我都听不清楚的，我都听不到的，只有书跟我完全进去了。但是我一看书的时候就胡思乱想，就像我现在就是老师刚才在讲的这一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因为你没有跟书临在啊，因为你一直在用脑啊，你为什么会痛苦？因为你一直在胡思乱想啊。你知道我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我在讲课就是在讲课，我在看书就是在看书，我在听音乐就是在听音乐，我在走路就是在走路，我不需要用到头脑的。我问你，走路需要用头脑吗？这个酒店美不美？这个酒店无比的美，所有的花都为你而开，所有的景物都为你而安排。你们在这住了4天，结果都没有欣赏这个酒店的美，这个酒店不白美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们就应该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在这个酒店散散步。那散步的时候，请问需要想吗？不需要想啊，你就临在就可以啦。你就跟着自己的身体走就行了。就是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人类所有的痛苦都来源于胡思乱想。那你不去想啊，你临在呀。佛祖教大家。佛法的核心其实就是临在啊。有一次佛祖在讲课，然后突然有一只苍蝇飞到他头上，一直在嗡嗡嗡，然后佛祖就做了个动作，那个苍蝇就走了。大家都知道这个动作赶苍蝇嘛，但是这苍蝇走了以后呢，佛祖又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，这一次挥手没有苍蝇。哎，弟子大惑不解啊。有一个弟子就问师傅：“师傅，这一次挥是为啥呢？”佛祖说：“我是一个带着觉知活着的人，带着觉知的活着，才能让我一直进入佛的这个状态。为师刚才在第一次挥苍蝇的时候呢，升起了一个念，那个念就是很讨厌，我也讨厌苍蝇在那嗡嗡嗡嗡嗡影响我讲课，所以我挥了一下。但是我带着觉知的活着，我突然观察到那一刻我不够临在，也就是挥苍蝇的那一瞬间，我又变成了人，所以我再挥一次，我再临在的挥一次，让自己进入临在的状态。换句话讲，就是你进入头脑的状态，你就是人；但是完全当你进入临在状态的时候，你就是高我。谢谢，要慢慢练，不着急。